以太坊 ETF 出现史上第二多的流出吗？比特币也出现了巨量流出吗？目前手中的多单利润锐减，该如何处理？目前这波回调会回调到什么位置呢？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我们昨天以太坊现货 ETF 的流出，我们昨天的流出金额呢是$159,000,000，这个流入量呢，其实在以太坊来说已经是非常多了。如果我们从过往的数据来看呢，已经是历史上第二大的流出了，而且第一大的流出呢，跟这个也相差的非常少啊。那我们当时呢，一开始会流出的原因啊，就是由于灰度的抛压。不过我们此时呢，又出现这么大的流出哦，这绝对是资金外流的表现。那我们的盘面呢，也会很难做好支撑。而且比特币呢，我们也发现了相对的流出。我们比特币在经历了连续2天非常巨量的流入过后呢，我们在1月8号又出现了流出。我们之前也有强调过，其实流入甚至巨量流入呢，都不一定代表我们这波多头它就正式顺利开始了，是我们必须看到巨量而且连续的流入，那么我们比较能确认这波多头它已经开始了。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从1月8号啊这一波的流出呢，它已经完全切断了1月3号到1月7号的流入。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呢，这20几天以来呢，其实我们一直在流入流出之间做切换哦，我们并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流入潮。不过我们在过往疯狂上涨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有出现明显的流入潮的。那我们现在肯定还不在其中。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比特币过往的数据好了。其实比特币是很适合拿来做复盘的，因为比特币它本身有周期。如果我们观察，我们在减半年的下一年的1月，它很多时候它都有出现这种回调的行情哦。比如说我们在2025年的1月，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呢，从高点已经回调了15-16%了。其实这个回调幅度呢，在比特币过往历史上面绝对不算大。但我们这轮牛市呢，随着我们的市场成熟了，然后我们的跌幅呢也有渐渐变小哦。所以其实你说回调个10几%、20%，其实在我们过往来看以这种级别的回调，差不多就是这样的跌幅。那我们可以往前，比如说4年前2021年的1月，当时我们也有出现相应的跌幅哦。你可以发现，我们当时的调整幅度呢，大概在20-30%左右。那我们这轮牛市呢，也有出现回调，其实也非常正常哦，只是幅度它会相对的缩小一点。那我们当时出现的这一波回调呢，它也是在我们突破前高之后，有一波加速的上涨过后呢，然后我们才经历回调。其实跟我们现在走的行情呢，我认为是非常雷同的，因为我们当前也是突破了前高点，然后上涨就进行了加速。那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呢，其实也有出现过回调就在1月。大家不要小看当时的调整这个下跌幅度最少有30-40%我们测量一下，大概30几%，很接近40%了。所以我们在1月出现下跌呢，就很正常但我们要确认的呢，就是我们可以在1月开启一个起涨点，然后顺利的开启整个第一季度的多头，其实才是我们的关键。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Bybit链接。现在只要入金$100就送$300的，就送300个 Sonic。然后你拿到之后呢，你可以直接卖掉，那这些就价值$300。那你拿到之后呢，你可以直接提币走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活动，而且这个是限时的，这个绝对不是每天有的。很欢迎大家可以点击这个链接。那我们来看到目前比特币的盘面好了，我们当前呢，我们依然是在$92,000左右有获得的支撑，其实也不意外因为我们前面也获得支撑很多次。不过我们这一波的调整，它整体会走什么结构呢？我认为我们这一波非常有可能就走锯齿浪出来也就是我们原本的 ABC 调整只不过我们原本是太小看了这个 B 浪那我们反弹到了10.2万，它整体它就是走一个 B 浪。那我们这一波 C 浪呢，它的级别会跟 A 浪是相同的，这个时间跟幅度呢也会大致相同那它有2种可能的走法，如果走的比较强劲的话呢，它就会持续的在92000附近，然后来去震荡。那如果说是走的很弱势，那就会去跌破92000，那很有可能就会来到8万多、8万出头的位置不过我依然认为呢，我们这整波回调的底线是在8万5左右。那你可以看到即使我们的 C 浪呢跌到这个8万5的位置
我们这整波多头呢还是得以延续的。那你说以当前的盘面，我们来判断一下这个9万2会不会被跌破，其实还不好说啊，真的还不好说。不过目前我们是有出现一定的反弹啊，所以我们确实也是蛮有机会在9万2之间，然后就继续震荡下去的。其实这种走势才会是最健康的。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所开的这张多单呢，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过去的一天我们的利润就出现了非常非常巨额的缩水而且我们还要再加上资金费率，所以总和来看我们的未解盈亏呢，在很短的时间内1-2天，我们就缩水了6-7万美金之多。那这也可以显现了合约市场的残酷。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基本上来做合约你是必亏的。有人有问我，这波多单到什么位置算是个止损的位置呢？或者我们要宣告出场其实这波多头呢，它中间怎么走并不重要，它中间有回调或者说怎么走，其实真的并不重要。我看的就是这波多头，它可以延续下去。我要做的就是这一波多头的趋势。那除非这波多头趋势它被宣告终结，或者是已经完全没有机会了，那这个时候呢，我才会离场有人说是不是看我的入场价位呢？其实跟入场价位无关就是看着这一波多头它能不能顺利的走出去。如果说我们跌破了某些你的价位那当然在我的交易系统内，这个位置大概在8万5左右那我确实就会把它给出场所以我看的其实是这波多头它能不能延续下去，跟任何的价位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并不是靠价位在决定的。那我们在最后观察一下以太坊吧。以太坊它确实是又弱势了一点点。你可以观察呢，我们目前其实回调最低是到了3200左右。如果说我们把这波上涨的回调斐波那契给拉出来的话，我认为底线就在618，也就刚好是在3000的位置非常刚好如果说我们把这个3000给跌破的话，那我们从2300以来的这波上涨其实都是完全失效的。所以我会认为呢，我们在3000以下的这个位置，我们会非常非常难到达。那如果你说要去加上现货等等的话，其实我们在618到 0.5 的位置呢，就会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机会其实你再往上一点点3300、3300多，其实也不会差距到太多。如果我们以整波趋势来看的话，那以太坊呢也非常有可能，它就在直接走出一个锯齿浪3浪的结构。那我们 C 浪呢也会跟 A 浪的级别是一样的。不过目前来看我们这个 C 浪是很有可能会走衰竭，那这会是对以太坊比较好的一种走法。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数据好了。我们先看到瑞波币，其实瑞波币呢最近它渐渐的让我有注意到它第一个，瑞波币它是在我们这轮牛市呢唯二有机会在牛市的周期里面就通过 ETF 受到传统金融认可，并且有传统金融资金流入的山寨币。另外一个就是 Solana。 那最近呢，瑞波币它推出了稳定币，叫做 RLUSD。 那这个稳定币呢是在去年6月推出，然后有获得政府纽约服务部的批准然后我们在最近12月17，去年的12月17才开放使用，到现在呢还不足1个月，已经是市值第4大的稳定币了。那瑞波币呢，其实这是一个很老的币它从2013年就有，它从2013年它就是要打造一个可以做国际支付的这种加密货币。那以往呢，我们都是用 SWIFT， 其实用加密货币做这种跨境的国际支付尤其是大额的，它会很节省非常多的成本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等等的。而且呢 RLUSD 它算是很安全的稳定币，因为它都是由美元、短期国债、美元等值物这种流动性极佳，而且风险又非常小的这种储备呢，来帮 RLUSD 背书的。所以 RLUSD 它也有获得欧洲那边的认证MICA。那像 USDT 呢，它是没有获得 MICA， 所以在欧洲的交易所呢就不可以使用 USDT。那 RLUSD 呢，它就相对于合规，而且更安全一点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呢，最近瑞波币的价格也是有一波的暴涨很有可能跟这个稳定币是有一些关系的。那现在呢，你可以看到目前 RLUSD 在瑞波上面它的交易数额呢陡然的增加，那还有一些是在以太上面的。你可以看到RLUSD 才发行1个月不到，它就已经超过了 PayPal 发行的稳定币，
还有欧元稳定币的量了。所以其实目前来看呢，这个币种加入之后，瑞波币的生态呢又会变得更完善。那我们再看到目前币安上面比特币流入流出的数据，你可以发现呢，我们的图表其实还蛮杂乱的它有些天流入，有些天流出。不过我们看的还是整体的趋势。你可以发现呢，在这个白色点开启的时候，我们这一段走势就从67000一直到108000左右呢，我们整体它还是呈现净流出的情况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均线呢不断的往下走那我们清楚，当比特币流出交易所的时候，交易所的供应减少了，那比特币的价格呢就很容易挤压，因而上涨那你还可以看到呢，我们之前从55000左右一直上涨到65000，这$10,000的距离也是由于比特币从币安里面被提币走这段时间，然后我们的均线往下走，我们的价格才得以上涨那我们当前呢，币安它又重新恢复到了被流出而且被提币的状况那我们市场上的供给被减少了之后，我们的价格就比较容易被往上做推挤，而且我们现在的回调呢，也会让我们的市场被清理得更干净。我们还可以看到最近的市场的热度情绪呢是有慢慢回来了。我们之前在67000一直到10万的这一波加速的上涨过程呢 ，Coinbase 它是有出现一点情绪的。当然，到了情绪很热烈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进行回调而且我们这一波回调呢，其实我们又把情绪又打到是大家变得很悲观，然后才让 Coinbase 呢出现了折价。那我们现在又慢慢要恢复到零轴的上方也就是出现溢价。那当出现溢价的时候，其实就是有情绪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上涨，尤其是到了末尾或者说这种加速的过程呢，我们是需要一点情绪，我们才得以上涨到。像前面就是最好的印证了。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这一波其实情绪获得了很大幅度的修正。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慢慢要恢复到了 Coinbase 有溢价，也就是情绪慢慢变乐观的这种情况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